我可以强行施针令你复明，暂时将你脑中的淤血压制。但若是你好了以后，继续去找药，再次打斗震荡，脑中的淤血随时移动，轻则你会永远失明，重则你死于非命。薛谷主说3个月的时间，自然有3个月时间才能康复的道理，何须跟我解释呢？还不是你一直在追问，什么时候能恢复，什么时候能好，什么时候才能去找下一味药？我今天不是也没问吗？眼下就剩一味赤寒龙血珠了，这味药在江湖上已经失踪已久，就算我现在离开去找，怕是也找不着。倒不如趁这3个月的时间休养休养，顺便派人打听打听。只是有3个月时间看不见，怕是有行动不便。正好老老实实在屋里待着，省得四处走动，惹人烦。对了，薛谷主，我的行囊可还在？还未拿到你的房中。康否拿给我呢？可是找这个，对，这是我在青岭雪山的路上看到的紫金手炉，送给你的。给我的？不然呢？我也不需要这个。你有钱买这个，却没钱还账。哼，这点小钱我还是付得起的。至于你说的巨债嘛，积少成多，你不一点点还，何年何月才能还完？薛谷主要是不喜欢的话，就还给我吧。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讨回的道理？虽然我的手炉很多，但我不嫌多。你这女人，只差最后一味药了。子夜，你还在找救治木儿的方子啊？或许从前有所疏漏。这藏书阁的书，你早就烂记于心了。若有疏漏，自然清楚。也是，若木儿的病能解，那霍公子的伤，也就很快能够治好了。这是什么，都逃不过婆婆的眼啊！你是怕她取药艰难，不希望她尽快去冒险，所以用了慢治之法，留她在谷中多待几日。药方是我开的，终究是我令她入险境。那方子，你是为了救木儿，也救了秋水夫人，还有霍公子。这些年，我都看在眼里了。那方子等同他们3人的希望，一直支撑着他到今天。救了一个人，又要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出生入死，是什么道理？可这病治得再慢，
总有治好的一日。能迟一日，便安好一日。风吹雪落，眉香如檀，而你以为剩什么？那印记深，而心事续不完。云间皎月，盼过流年，孤身如烟赴长夜。命运沉沦，漩涡之中深陷。时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不恋一时狂，只求不忘。你掠过熙攘花事为希望，藏几寸泪光如何能相忘？时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循着你方向一路通往。笑与泪间恨爱与恨茫茫，红了眼眶，烙心上。时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循着你方向一路通往。笑与泪间恨爱与恨茫茫，红了眼眶，烙心上。你腿脚倒快，还得感谢薛谷主，拿着榆木林替我引路，不然我在这屋里快被闷死了。那些都是丫头们挂着玩的，与我无关。让我来。
薛谷主这么干脆，可是又让我以工抵债啊。这药酒本来就是给你酿的，你自然应该出些力。药酒，怕是这药酒并没有萧红尘甘醇吧？还挑拣上了。这药酒不输萧红尘，这里有一坛酿好的，你可以尝尝。好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洗草水，原汁原味，最是甘甜。你虽有眼疾，看来味觉没事。谷主，酿造霍公子的药酒是采梅上雪还是松上雪啊？梅上雪。好嘞，谷主。为何要采梅树上的雪？梅花破寒而绽，冬蕊春开，得先天气最足，含苞者力盛。性寒，味酸涩清苦，助清阳之气上升。雪水气禀太阴，水极四土，其质清明。用梅上雪酿药酒，对你的眼疾有好处。那岂不是要让各位姑娘为我受累了？你才知道啊，你哪次受伤不是如此？我倒是有一种方法，可以采雪更快，又不用爬高冒险，不如试试？姑娘们，容器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到底有什么办法？烦请薛谷主过来帮个忙。如何帮忙？若要见证他，你的如都对做梦中人一样，骑随我缱绻，一袭素白纱，从此天涯山水比肩光阴长。夕阳依旧上，盛宴温酒凉，一曲吹尘眼前人，风华无双。日落晚风摇，月下胭脂抛，纵然难料，我会记住你的脸。夕阳依旧上，陈年温酒凉，一曲吹尘眼前人，风华无双。日落晚风摇，月下胭脂抛，纵然难料，我会记住你的模样。逍遥散人已死，这是他的头颅和佩剑。好，很好。说吧，想要什么样的奖励？我想要修罗场。修罗场乃我培养顶尖杀手的地方。你跟我要修罗场，不怕我杀了你？是教王问我想要什么，我便回答。教王，可希望属下撒谎？想要我的修罗场？唉，
好，我就喜欢有野心的年轻人。既然你想要，我便给予你。从今往后，修罗场归童掌管。谢教王。今日起，修罗场由我执掌。什么？啊！你说什么东西？对呀，你说什么东西？我们只听教王的。对，我们只听教王的。无论是何人，这里只以强者为尊，这里轮不到你，轮不到你。走！还有人有异议吗？你们能够进入修罗场，已经证明了你们自己的能力，但不代表你们能够一直活下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修罗场不留无用之人，明白吗？是，明白。这银铃声，好熟悉。稀奇呀，睡得如此安稳，看来昨夜是做了什么美梦。什么梦啊？说给我听听。与你无关。自然是与我无关。不过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句：当一个杀手睡得过于安稳的时候，他就离死不远了。修罗场的执掌者可不是这么好当的，童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教王的，至少这一次不会。走吧，教王换我们呢。放了这么久的长线，该钓上来大鱼了。说来也奇怪，明明有更快的方法治好霍七公子的眼疾，为什么不用呢？我去藏书阁看了半天的医书脉案，我也看不懂。谷主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，咱们就不要胡乱猜测了。我刚回谷之时，他那般劝我不要继续寻药，又故意以慢治疗留我在谷中，究竟是为何？薛谷主，是你吗？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？是这样，我之前不是传信托人打听龙血珠的下落吗？如今已经有了些眉目，还请薛谷主尽快将我眼睛治好，我也得尽快出发了。不是说过了吗？这次的眼疾需要3个月。我已经知道了。薛谷主，你为何故意拖延治疗的进度呢？你在质疑我的治疗方式？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你为何要瞒我。你之前也曾劝我不要再去寻药了，这是为何？是担心我有性命之忧，还是你找到其他办法治疗莫尔？又或者说你……我只是厌倦了一遍遍的医治你。抱歉，眼下只剩最后一味药了。可那最后一味，
万年赤寒龙血珠也是最难寻的一味药，即使你搭上半条命，也可能拿不到。这药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也会拼尽全力将龙血珠带回来的。还请血谷主尽快将我眼睛治好。既然你不惜命，我又何须替你担心？霍公子并非愚钝之人，当初你用这个慢治的方法，就应该想到，他很快就会察觉的。是啊，他今天问我的时候，我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答是答非，有何区别？这世上能够找到那4味药的人少之又少，足见于他的心智多么坚定。那药方对他和秋水夫人而言，就像黑夜中的一道微光。微光虽弱，路程也遥远，但是只要墨儿存活一日，他就会坚定地向那光走去，为墨儿寻求生机。是啊，所以当他要我赶紧治好他，去寻最后一味药的时候，其实我并非是生他的气，而是生我自己的气。你是气自己无法改变墨儿的病情，是吗？墨儿的这个事，你已经足够尽力了。你不要为难折磨自己，顺其自然吧。风吹雪落，眉上如炭，而你以为深深满。那阴极山，而心事绪不完。云间皎月，慢慢睁开眼睛，不要着急。孤身入烟复长夜，命运沉沦，漩涡之中深陷。时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循着你方向一路通往。笑与泪间很爱与很茫茫。多谢薛谷主。昨日是我太过鲁莽，抱歉。你行事一向鲁莽，我早已习以为常。你我相识多年，我知道你行事自有你的道理，我不该质疑你。只是事关木耳，所以我就不该质疑也已经质疑过了。既然已经痊愈，便不用再解释了。更何况，我也不该瞒你。那你可还生我的气呢？气盛则病生，你又不值得让我生气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收拾收拾，离谷吧。我还要去龙门村看诊，便不送你了。
面好像不对劲儿，谷主。这车怎么倒在路中间啊？乡亲们都去哪儿了？怎么会没有半点声息啊？嘘。小心，有毒烟。把窗户打开，给大家解毒，做好防护。是。来。快。风律，看一下。快点，走，跟走，走，老实点。放开我！在车上狼死。放开我！快点！你这支援来的也太慢了。放开我！不是我来的太慢，是路太远了。将王也没说来这么远的地方。教王，他们是元一宫的人。我真讨厌这里，有人在受难，他们却笑得如此开心，真是刺眼。哎，那山上就是药师谷啊，秋水老儿就是在那儿，差点被童给杀了。哎呀，想起来当年魔家村一事，秋水老儿也算是帮了教皇一回。就你话多，放开我！赶紧走！走，快走，趴了啊！快点，走！绝对不能就这样让他们走了。可是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怕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待会儿我出去拖住他们。兰兰，你趁机回到药师谷找霍展白帮忙。是。双红风律，你们两个见机行事，我一旦飞针，你们两个就从后侧两侧夹击。小程、小晶，你们留在此处继续医治。可是谷主这样太危险了，这样不行。放心，我还有暴雨梨花针防身。谷主，让我也去。谷主，我也要去。勿要再争，按我说的做。走，走！你放开我！站住！小叶姐姐，回来，再跑我夯死你啊！放开！都别吵了，老实点。
你不说村里人都中毒了吗？这是个什么呀？我看他并非是村中之人，你说是吧？药师谷谷主薛子夜。哦，救活秋水老儿的，就是你啊！你认识我？你与我的一位朋友可是颇有渊源呢。你还有朋友呢？废话少说，赶紧把孩子们给我放了！薛谷主，你可真是爱说笑。你我众寡悬殊，我凭什么放了他们呀？我劝你还是乖乖回你的药师谷，否则小心你的小命不保。我还以为你们元一宫做事能有多少的能耐，没想到不过如此。除了抓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，便是吓唬吓唬我这样的弱女子，真是无用。没错，老子都觉得丢人，还是杀人好。要不我夯死你？你也是元一宫的人，不明显吗？刚刚你说魔家村一事，秋水老儿可算是帮了你们教王一回，此话何意？我什么魔家村啊？你刚有提起吗？没有，我是个哑巴。哦，这样啊。薛谷主他并未提起。你我同为女子，我不想为难你，但若你再不让开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以为你救得了秋水鹤，你就一定能救得了你自己吗？救不救得了，岂是你说了算？躲！他们暗器有毒，小心！哼，老子这身肉他射得透吗？夯死再说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呀，又是你这爱养的东西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上回让你给跑了，今天老子就把你夯躺下。看来今天你又得栽在你爹手里了。你，把孩子们放了。好啊。小龙，走。小龙，老两。那倒是看看，是你的剑快，还是我的手快？小叶叶，也是，你们元一宫的人，又怎会爱惜自己同伴的性命呢？哎，快点儿！还不赶紧走！走！你干什么？
把你们谷主带回去，我去救小龙他们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怎么了？墨家村灭村，另有隐情。你说什么？刚才那人说，墨家村灭村，多亏了秋水老儿，可算是帮了教王一回。那言下之意不就是说，灭村一事和元一公脱不了干系？可是秋水河不可能跟元一公有所勾结。若是他们有所勾结，当时秋水河不可能承认一切。刚才试图询问，但是那人眼神闪躲，明显就是有意在隐瞒。灭村一事，肯定另有隐情。我要跟你一起去查明真相，找那个男人问个清楚。可你身上还有寒疾呢。无碍，我可以去。此事交给我。徐耀，快去跟上他们。可是，眼下当务之急是把孩子们救出来。我理解你的心情。我和那个妙火有几次交手，我了解他的性格，一点就着，或许能从他的口中找到灭村的真相。此事交给我，你安心，好吗？查清墨家村一事的真相，日后还有很多的日子。但是小龙他们一旦被抓去了元一宫，恐怕凶多吉少。你此行最大的要务，只需抓紧时间将小龙他们带回，无需为其他事情停留。道别在最初的荒原，有缺憾才能算圆满。好。只是元一公他们个个心狠手辣，全都是杀人如麻的亡命之徒。不如让双红和风律与你一同前去。不必了。身为顶剑阁七剑，惩奸除恶是分内之事，交给我就好。照顾好你们谷主。万事小心为上。成华，你我一向书信来往，今日亲自前来，难道是有什么极重要之事吗？各地出现了灭宗乱局，阁主切莫派人前往。为何？元一公武明子在中原各地掳掠孩童，故意制造混乱，目的是将舞剑引出阁中，然后在苏州郊外一处驿站集合，准备趁阁中防守空虚，暗杀阁主。暗杀我一人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，牵连那么多无辜百姓？只有阁主坐镇顶剑阁，才能阻止元一公重返中原，维持武林安定。阁主，阁主，回来了。我们有要事禀报。讲。我与老八在回阁途中，意外发现元一宫的人正在四处抢夺孩童。且他们的行进方向并非是昆仑，而是来到苏州一带。我早已知晓，正想派你二人前去解决此事。去吧。是。堂堂的妙火使都成人贩子，孩子都抓齐了，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到啊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卯时应该就能到吧？可真是够磨叽的，他们两个驮着马来的呀！你们这帮小子啊，
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尿也尿了，总归没什么破事了吧？都听好了啊！都给老子乖乖的在这儿等着，谁要敢逃跑的话，哼！老子的威猛你们也见识过了吧？真是够威猛的，妙火使。话刚说完，人就躺地上了。妙火使，你给他们绑成这样，他们跑不掉的。少说几句吧，吵死了。我说的就是躺下嘛，我做到了。